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生日那天，遠在國外的男友給我寄來了一份特殊禮物，是他們公司最新研發的仿生人。男友說，這樣以後我不在你身邊的時候，就可以讓他暫代我照顧你了。我感動男友的用心良苦，連夜飛往他所在的國家，想要給他一個驚喜，卻發現他所謂的因公出差，實際是為了陪自己的小青梅天南地北的旅遊。後來男友終於收心，想要回來找我，我卻笑着向他搖了搖頭，不好意思，我要結婚了，新郎就是你送我的仿生人。邱哲愣了一下，隨即笑了，月月，你在開什麼玩笑？什麼仿生人？哪個正常人會跟仿生人結婚？好了，你別鬧了，等下我帶你跟淼淼一起出去吃大餐好不好？我看着他，正要開口，他的小青梅徐淼打斷道，是啊，姐姐，你是不是誤會我跟哥哥了，所以才會說這麼離譜的話？要是你誤會了，我給你賠個不是。我扭頭反問，我誤會什麼了？徐淼一副楚楚可憐的模樣，你不是因為我跟哥哥一起回來，所以生氣了嗎？姐姐你放心，我只是出國遊玩的時候，剛好遇到了哥哥，哥哥最愛的還是你啊。說着，他從背包裡拿出一瓶香水，喏，你看，這還是哥哥特意拜託我幫姐姐挑的禮物呢。只是昂貴的香水，盒子卻皺巴巴的，就連最外層的包裝膜也不見了。徐淼哎呀一聲，幾乎要落淚了。姐姐，都怪我不好，坐車的時候不小心把東西壓扁了，你千萬別生氣。邱哲趕緊安慰他，包裝破了而已，月月不會那麼小氣的。我看着兩人一唱一和的模樣，只覺得可笑。如果不是半個月前，男友突然給我送來一個仿生人禮物，我感動得連夜飛去國外，卻意外撞見兩人宛若情侶的模樣，說不定就信了他們的鬼話。想到那天在機場看到的畫面，我的心臟就仿佛被人狠狠地捅了一刀。相戀8年，我陪邱哲走過了最苦的日子，幫他一步步坐上了現在的位置。他曾親口承諾，一定會讓我成為世上最幸福的人。可誰想到，自從幾個月前，他的小青梅跑來投奔他，邱哲就將那些誓言忘了個精光，凡事以徐淼為主。為此，我跟他吵過、鬧過，可他卻說，徐淼家道中落，他只是因為兩人之前的情誼，力所能及地照顧一下對方。他甚至當眾發誓自己最愛的人是我，沒有人能夠撼動我的位置。我信以為真，卻忘了，一個人既然有最愛，那就一定還有其他程度的愛。想到這些年我在幕後為邱哲做的一切，只覺得自己的真心都餵了狗。我果斷將那瓶香水扔到了垃圾桶。邱哲瞬間變了臉色，徐淼也一臉驚訝，委屈道，姐姐，這可是哥哥特意讓我給你挑選的，你怎麼？我冷冷的回擊，怎麼？你是心疼你的哥哥，還是我不屑收你用剩的東西？氣急敗壞了，徐淼臉色白了一下，忽然捂着臉，扭頭嘤，哥哥，姐姐不歡迎我，我還是走吧，不在這裡惹姐姐不開心了。邱哲立刻心疼地摟着他，冷聲對我道，江月，你在發什麼脾氣？淼淼找遍了所有商場，才找到這瓶限量款香水，你不喜歡就算了，怎麼能說這麼傷人的話？可他卻不知道，我早就在徐淼的社交平台看到了真相。邱哲送我的每一份禮物，都是依着徐淼的喜好來的，甚至有不少都是徐淼用膩了，不想要了，才轉手丟給邱哲，讓他來討好我。只恨我當初有眼無珠，居然還因為一向直男的邱哲學會了送我禮物。
感動到捨不得用。一想到那些，我就心頭作嘔，對兩人下了驅逐令。邱哲，我要結婚了，新郎也不是你，所以請你帶着你的淼淼立刻離開我家。這套房子是當初父母給我買的，為了省錢，戀愛沒多久，邱哲就搬進來跟我一起住了，就連徐淼過來投奔他，也是住在這套房子裡。徐淼詫異地看了邱哲一眼，似乎根本不知道這套房子是我的。眼看自己丟了面子，邱哲瞬間沉了臉色。江月，你是不是忘了什麼？我皺眉。邱哲下巴微揚，高高在上道：我現在可是業內最優秀的人工智能研發工程師，而你除了這套房子什麼都沒有。一旦離開了我，還有誰會要你呢？接着他又放緩了語氣：月月，我知道自己出差這1個多月冷落了你，但再怎麼樣，你也不能拿結婚開玩笑，更不應該對淼淼那個態度。只要你跟淼淼道歉，我就當之前的事情都沒有發生，好不好？我沒忍住笑了。我沒想到徐淼的情緒會比我要結婚了這件事情更重要，更沒想到自己在邱哲的眼裡居然是這麼一個形象。是啊，當初為了全力支持邱哲的事業，我辭去了研究所前途無量的工作，一心輔助他。為此我失去了自己所有的社交圈，可他卻忘了，我既然能幫他坐上現在的位置，自然也有辦法讓他一無所有。畢竟那些核心資料全都存在我的腦子裡，一旦我離開了他，邱哲很快就會從現在的位置上跌落。我看着邱哲，仿若看着一個智障，正要開口時，主臥的門突然被打開，一個男人走了出來。他看也沒看眾人，直接走進了廚房，開始準備晚餐，顯然對這裡的育嬰設施了如指掌。邱哲瞬間變了臉色，任誰突然看到一個陌生男人從自己女友的房間裡走出來，心情都不會好到哪裡去。他鐵青着臉，幾乎牙咬切齒地質問我：他是誰？為什麼會從臥室裡出來？這話問得毫無道理，明明是生日那天他送給我的仿生人，怎麼此刻卻裝作毫不知情的模樣？我心中的疑惑更加濃郁了，正要開口反問，徐淼突然瞪大了眼睛，渲然欲泣道：姐姐，你怎麼能這樣呢？哥哥辛辛苦苦在外工作，就是想要這個小家能夠過得好一點，姐姐也能夠輕鬆點。可你怎麼能趁着哥哥出差的時候，在家裡偷偷養別的男人呢？甚至還扯什麼要跟仿生人結婚的謊話。你要是不滿哥哥離家那麼久，不陪你過生日，你就直說，何必這樣傷哥哥的心啊？邱哲也沉了臉，衝到廚房對仿生人厲聲喝道：我不管你是誰，現在立刻給我滾出去，不然等下別怪我對你不客氣了。只可惜仿生人一旦認主，就只聽從主人的命令。仿生人視若罔聞，繼續為我準備飯菜。邱哲愈發的生氣，他環視四周，想要找個趁手的武器，而我已經看不下去了，一把拉住他：邱哲，你鬧夠了沒？別忘了，這可是我家，我樂意讓誰住就讓誰住。見我為仿生人說話，邱哲氣得胸口起伏。行，江月，你好樣的！我告訴你，今天你要是不把這個男人趕出去，就別想我原諒你。他毫不遮掩眼中的嫌棄，仿佛我是什麼髒東西。而且你還得把人工智能的核心算法交給我，否則今天的事沒完。當初我還在研究所時，曾花了整整3年的時間研究出一套核心算法。這套算法不僅能讓機器人的思維更像人類，還能高於人類大腦，快速解決各種難題。不僅如此，它還可以廣泛地應用於其他任何科技領域。
這個消息一經傳出，就在業內引起了巨大的反響。為了確保這套算法不被洩露，在我決定離開研究所時，我將唯一的孤本交給了導師，甚至對其發誓，此生絕不會向任何人提及這套算法。沒想到邱哲竟然盯上了這個，我瞬間反應過來，難怪邱哲早就跟徐淼暗通款曲，卻還對我殷勤備至。原來他的目的就是從我這裡拿走那套算法。我冷笑一聲，邱哲，你今天所有的成就都是用我的心血換來的，你怎麼有臉張口向我要東西？邱哲不以為意道，這些年你沒有工作，都是我在養你，現在只是跟你要個算法怎麼了？再說了，你最多就是幫我改改公式，我能走到今天都是靠我自己好嗎？即便我早就看清了邱哲的真面目，也被他這些話再次寒了心。當初他剛踏入人工智能領域，連最簡單的編程都做得一塌糊塗，是我通宵達旦為他修改公式，一遍遍的測試，才讓他在公司大放異彩。短短2年就被評為業內最年輕有為的工程師，後來更是被公司高層看中，一路扶搖直上。沒想到我的付出在他的眼裡只是簡單的修改公式。我點點頭，行，既然你這麼說了，那我就把那些測試的記錄全部遞交給你們總公司，相信他們对此應該十分感興趣。邱哲的神色瞬間變得慌亂。你敢？徐淼趕緊勸道，姐姐，你跟哥哥是一家人，你的就是他的呀，更何況現在是你跟別人不清不楚，哥哥都說了，只要你把核心算法交出來，這事兒就過去了，你怎麼那麼不知好歹呢？我冷笑，按你這麼說，邱哲的也是我的，那我是不是應該向你追回他給你花的那些錢啊？徐淼眼神閃躲，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。徐淼一向驕奢淫逸，什麼都要最好的最貴的，一旦沒錢了就刷邱哲的卡。我一直都知道，只是看在他小年紀突然家道中落的份上，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但這並不代表我會一直忍耐。眼看我軟硬不吃，邱哲惱羞成怒道，江月，你到底要鬧到什麼時候？不就是沒有陪你過個生日嗎？你有必要整這一出又一出的嗎？又是鬧分手，又要去公司舉報我，現在不僅在家裡養男人，還說什麼要跟仿生人結婚，你不就是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，想讓我打斷他？你以為我在跟你開玩笑？邱哲皺眉，難道不是嗎？我冷笑，轉頭吩咐仿生人去把請柬拿給他們，讓他們好好開眼。得了命令，仿生人轉身去客廳，拿出2張請柬，遞給邱哲2人，歡迎你們來參加我們的婚禮。冰冷的電子音瞬間讓2人愣在了原地。直到這時，邱哲跟徐淼才反應過來，眼前這個活靈活現的男人竟然是個仿生人。邱哲仔細地打量着男人，突然覺得對方有些眼熟，又低頭仔細看了看请柬上新郎的名字，最後像是想通了什麼，突然大笑出聲。他抬眼看我，一副勢在必得的模樣。江月，你不是口口聲聲說要跟這個仿生人結婚嗎？那我就跟你賭一把，這婚你要是能結成，我就把全身家當送給你當新婚賀禮。但如果你失敗了，不僅要向我跟徐淼公開道歉，還要把核心算法送給我，怎麼樣？我皺眉，不知道邱哲葫蘆裡賣的什麼藥，就連徐淼也十分不解，着急道：“哥哥。”然而邱哲沒有理會他，反而信誓旦旦地看着我。怎麼樣？你敢賭嗎？我剛想說話，仿生人突然在我背上悄悄畫了一個對勾。我愣了一下，最終還是不動聲色地應下了賭約。
為了防止雙方後悔，我跟邱哲甚至當場簽訂了一份協議。等兩人走後，我這才一臉嚴肅地看着那個仿生人。當初之所以決定跟仿生人結婚，一是為了分手後徹底擺脫邱哲的糾纏，二是因為我對所謂的愛情還有男人都失去了信任。與其以後找個隨時可能變心的男人，還不如讓眼前這個有着人形模樣的機器陪我度過餘生。可在仿生人的程序設定中，絕不可能擅自做出剛才那種提示。再加上邱哲前後矛盾的態度，更加說明了這個仿生人根本不是他送我的生日禮物。既然不是邱哲，那會是誰呢？我翻出之前的聊天記錄，確確實實是邱哲的賬號。之後，我又對仿生人的後台程序重新進行了檢查，也沒有發現任何異常，仿佛剛才的一切只是我的錯覺。我皺眉苦思許久，卻始終沒有想通。最後乾脆不想了，只要這個仿生人不做出傷害我的舉動，我可以容許他偶爾出現的小 bug， 可一旦他讓我感受到了威脅，我絕對不會手下留情。婚禮當天，許久不見的導師，還有研究所的那些同事們都來了，他們面帶笑容，友好地與我打招呼，向我道喜。我笑着引導他們落座，因為新郎是仿生人，我並沒有大張旗鼓，只邀請了一些熟人。可讓我沒想到的是，現場竟然來了很多業內的大佬，甚至有不少媒體也混雜在其中。我正猶豫着是否要將他們請出去時，邱哲環着許淼的腰，緩緩朝我走來。此時，他們連裝也不裝了。邱哲輕蔑地看着我：“江月，你要是現在認錯，把算法交給我，我還能勉強原諒你的所作所為，給你一個女友的身份，讓你待在我身邊。不過那樣的話，你就必須得接受淼淼的存在，凡事以她為先。怎麼樣？”看着他這副自大的模樣，我只覺得作嘔，也不知道當年自己是怎麼瞎的眼，竟然會覺得他謙虛又溫柔。我冷聲道：“你最好還是擔心自己吧，我可還等着收你的新婚大禮呢。”見我的態度依舊強硬，邱哲冷哼：“江月，別怪我沒有提醒你，這是你最後一次機會。等會兒你就算哭着來求我，我也不可能原諒你了。”我只覺得他仿佛有什麼大病，翻了個白眼就要離開。許淼卻突然攔住我，嘲諷道：“江月，就算你再有能力又如何？還不是抓不住自己的男人。”他抬起手，炫耀自己手上的鑽戒與手錶：“你看，這些都是哥哥送給我的，你不知道吧？這些年，哥哥從未忘記過我。每次出差，其實都是為了陪我出去遊玩呢。”我掃了一眼，卻忍不住想要發笑。先不說那塊理查德米勒最新款的粉錶，以邱哲現在的能力買不買得起？但是他戴着的那枚粉鑽戒指，一眼就能看出是塊人造鑽石。也就是許淼這個沒見識的，才會把假的當作寶貝。我淡淡道：“那可真是辛苦你了，畢竟是個見不得光的玩意兒，可不就得跑去國外了。”許淼瞬間臉色鐵青，像是想起了什麼，他緩緩笑了：“姐姐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現在可是能光明正大的站在哥哥身邊了呢？而你，呵。”他輕蔑一笑：“姐姐，現在你就盡情得意吧，因為很快你就會連笑都笑不出來了。”許淼話音剛落，門外突然闖進來一行人，因為逆光，我根本看不清來人是誰。而邱哲跟許淼顯然知道什麼，瞬間眼睛一亮，快步地朝來人小跑過去。我皺眉，心中突然閃過一絲不妙，接着就看到邱哲狗腿地迎上去，指着我道：“秦總，就是這個女人偷了我們公司最新研發的仿生人，
他甚至還讓仿生人假冒您的身份，跟他舉行婚禮。您放心，我已經報了警，等下警察就會過來抓人了。直到這時，我才發現為首的那個男人竟然跟新郎長得一模一樣，眾人一片嘩然，就連我也不禁詫異。媒體更是舉着鏡頭，迫不及待地將眼前的這一幕錄了下來。邱哲看到這場景，十分得意，他大聲喊道：“我們公司上個月剛剛研發出一款仿生人，不僅擁有人類真實的模樣跟觸感，還能滿足一切的家庭需求。公司原計劃下個月的科技展會上讓仿生人公開亮相，沒想到江月竟然把仿生人偷走了。”徐淼也在旁邊附和：“是啊，要不是哥哥有幸見過秦總，還不一定能分辨出來呢。”聽了他們的話，眾人紛紛露出詫異的模樣。即便他們早有耳聞秦氏集團在研究仿生人，可誰也沒見過實物。如今突然看到了，還有一個真人對比，如何不驚訝？再聯想到這種高機密的研究，我竟然大張旗鼓地搬出來，還要跟其結婚。一部分人看向我的眼神頓時充滿了鄙夷。江月一個正常人，非要嫁給仿生人，怎麼想都覺得不可思議吧？說不定他就是看到仿生人跟秦總長得一模一樣，想借機讓大家以為他的結婚對象就是秦氏集團的秦總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此時的我根本沒有精力關注他們在討論什麼，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那個被稱為秦總的男人身上。這段時間，我跟仿生人幾乎朝夕相處，對他的模樣再熟悉不過。如今一個活生生的人，頂着同樣的臉，突然出現在我面前，帶給我的震撼，不亞於他們第一次看到仿生人。見我沉默，那些媒體就像是聞到了味，蜂擁而至，詢問我邱哲跟徐淼說的話是否屬實。新郎真的是仿生人嗎？是我盜竊得來的嗎？我的目的又是什麼？我只覺得可笑，嘲諷地看向邱哲：“怎麼，你們公司的安保這麼差勁嗎？隨便一個人都能進去把仿生人偷出來？”徐淼指向仿生人：“這不就是活生生的證據嗎？”他接着說：“哥哥出差了1個多月，說不定你就是趁着這個機會，拿着哥哥的工牌偷偷潛進了公司，把仿生人偷了出來。誰不知道，仿生人一旦流入市場，至少價值幾十億。就算你賣不出去，只要你帶着這個仿生人出門，誰都會以為你是秦總的女朋友。到時候，你還不是想騙多少錢就有多少？江月呀江月，你算盤打得如此響，只可惜一眼就被哥哥看透了。”他說得如此認真，我幾乎都要信了。邱哲愈發得意了，他大喊着：“江月，你還不趕緊認罪，不然等下警察來了，就有你好看的了。”誰知秦州突然冷了臉色，他扭頭看向兩人，就像是看着2個死物。“你們好大的膽子，我的女人，你們也敢動？”邱哲瞬間愣了。“秦總，您在說什麼呢？”徐淼也一臉的不可思議。“对呀，秦總，江月就是個小偷，他不僅偷了公司的仿生人，還想讓仿生人假借您的身份跟他結婚啊！您怎麼能說她是您的女人呢？”秦州滅了他一眼：“怎麼，誰是我的女人，還需要經過你的同意？”眾人沒想到事情竟然會迎來如此反轉，全都愣住了，視線反覆在我跟秦州2人之間來回打量。我不禁皺眉，不明白這個男人突然來的這一出是為了什麼，但好歹他是在向着我說話。於是我決定暫時圍觀。見我沒有反駁，眾人愈發地相信了秦州的話，認定了我跟秦州之間肯定有些什麼。而跟仿生人結婚，
只是我們為了宣傳故意鬧出的噱頭。邱澤似乎也想到了什麼，不可思議地瞪大了眼睛。徐淼沒有注意到他的反應，欲言又止了幾次後，才緩緩開口：“秦總，您是不是被江月騙了呀？江月就是個水性楊花的女人，哥哥只是出差了1個多月，家裡就多了個男人。現在他又大張旗鼓的要跟仿生人結婚，您想想，他的交際圈多亂啊！說不定之前用了什麼法子獲取了您的信任，您可千萬別上當啊！你看，人只要不要臉，什麼話都能說得出來。明明是他們2人背着我早就暗通款曲，此時卻不要臉的將所有的髒水都潑到了我的身上。而周圍那些吃瓜群眾一聽到我如此勁爆的瓜，瞬間瞪大了眼睛，看向我的目光充滿了鄙夷與不懷好意。秦州的眸光驟然冷了下來。徐淼以為自己說的話有了效果，臉色一喜，還想說些什麼，結果下一秒，保鏢就忽然上前，狠狠地在他臉上扇了好幾個耳光。不過片刻，徐淼那張嬌嫩的臉就已經腫若豬頭。哪怕家道中落，徐淼也是嬌生慣養長大的，從來沒有吃過這種苦頭，頓時氣得想要罵人。然而秦州只是輕飄飄地看了他一眼，徐淼瞬間就將那些髒話咽了下去。秦州警告道：“雖然我不喜歡打女人，但沒說不能找人打。我勸你說話前最好給我想清楚了。”原本徐淼就被那幾個耳光打得頭暈目眩，再被秦州這冰冷的聲音一擊，瞬間打了一個冷戰。他驚恐地看着秦州，意識到對方完全沒有跟自己開玩笑，甚至有可能想要了自己的命，嚇得他趕緊拼命點頭。眼見徐淼不作妖了，秦州這才轉頭看向邱澤，問道：“你剛才說自己出差了1個多月？”邱澤顯然比徐淼更了解秦州的作風，他眼神飄忽，斟字酌句道：“對，我當時是去國外參加人工智能科技展了，已經跟公司打過申請了。”秦州卻笑了笑，下一秒，一沓照片突然扔到邱澤的臉上。秦州沉了臉色，冷聲質問：“這就是你口中所謂的展會嗎？”照片上全是邱澤跟徐淼在國外遊玩的各種合照。邱澤趕緊解釋：“這些都是我在展會結束後才去陪淼淼遊玩的，對，都是私人時間，我沒有耽誤工作。”哦，秦州似笑非笑，掃視了一圈席上的眾人，然後衝着某一處招了招手。只見一個穿着藍色西裝的年輕小伙子快步走了過來，一看到他，邱澤頓時冷汗連連。小伙子朝秦州畢恭畢敬地問了聲好。秦州指着邱澤問道：“這次出差，你跟邱澤是一起的？他剛才說的是真的嗎？”小伙子搖了搖頭，看向邱澤的表情十分不屑。他道：“自從飛機落地，邱澤就與我們一行人分道揚鑣了。在展會開始前，我們也曾聯繫過邱澤，但始終沒有打通過他的電話。邱澤說他有公司另外安排的任務，所以我們也沒有多問。等到回國那天，我們才在機場又看到他。”秦州一言不發地看向邱澤，自知自己無法抵賴。邱澤瞬間臉色慘白，最後破罐子破摔：“我只是沒有參加這次的展會，可那又怎樣？以前我一直兢兢業業地為公司做了不少貢獻，要不是我，公司的仿生人計劃根本不可能這麼快走到這一步。我可是公司最大的功臣，所有的核心技術都在我這裡，你們動不了我。”他話音剛落，在場的不少人神色都變了變。在場的幾乎都是相關領域的同行。如今秦氏集團都已經研發出這麼仿真的機器人，其他公司
也不禁有了危機感，尤其是一聽這些核心技術都掌握在邱澤手裡，哪怕對他的人品不敢苟同，但那強悍的實力還是讓不少人動了心思。秦州不動聲色地將那些人的模樣記下，然後冷笑着反問邱澤：“你確定嗎？這些年，你那些精妙絕倫的想法，真的是出自於自己嗎？”邱澤被問得一愣，他用餘光瞥了我一眼，又趕緊收回，信誓旦旦道：“當然了，除了我，這世上還有誰能想出這麼絕妙的點子？公司的所有人都能為我作證。”原本對邱澤十分輕蔑的那個年輕小伙，聽到這話，也不由低下了頭。哪怕他們在唾棄邱澤的人品，但不得不承認，他在公司的這幾年，確確實實做出了不少實績。邱澤見狀，更加得意：“你們要是開了我，絕對是你們最大的損失。”然而下一秒，一位老者突然站了起來，指着邱澤怒罵道：“你放屁！你就算能騙過所有人，也別想騙過我。那些編程，那些技術，明明就是江月的手筆。”邱澤張口就想回懟，在看清老者的模樣後，瞬間啞火了。因為站起來為我說話的不是別人，正是我的導師，科學院院士沈清泉。誰說這話都可以質疑，但唯獨沈老說這話，在場的眾人沒有一個敢提出質疑。沈老憤憤不平道：“原本這是你們小輩的事情，我不該插手，但你恬不知恥的想要霸占江月的成果，那就別怪我這個老頭子看不過眼了。仿生人的研究計劃，如果我沒有記錯，你只參與了前期的工作吧？”邱澤根本無力反駁，如囁着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。見他啞口無言，沈老冷笑一聲：“你是不是很疑惑，為什麼好好的公司會突然把你趕出項目組，拜託我這個老頭子接手後續的工作？”邱澤確實不解：“是啊，當初要不是公司把我趕出了項目組，我又怎麼可能會自暴自棄，拿着公費帶徐淼去遊山玩水？我變成這樣，也是公司先不做人的，見過厚顏無恥的，也沒見過這麼不要臉的。”沈老呸了一聲，指着他道：“你拿着江月的成果在公司裡到處炫耀，還大言不慚說那些都是你絞盡腦汁想出來的。你以為我老了就看不出來了？我可是帶着江月這孩子整整5年，他那麼優秀的一個孩子，為了你，甘願放棄前景大好的工作，跑去為你出謀劃策。而你呢，不思進取，不務正業，還厚顏無恥地霸占他的功勞。你這樣的人，怎麼配出現在我們的項目組裡？”沈老的一番話，瞬間讓在場的人愣住了，就連我也不禁愣住了。當年我還在大學的時候，就被沈老一眼相中，破例收入門中。無論是大學還是研究生期間，他從不藏私，將所有的知識全部傳授給了我。他說我是他最看重的學生，後來更是將我帶進了研究所。那時我以為自己會一直待在研究所，將畢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人工智能的研究中。結果沒想到，畢業後的邱澤找工作屢次受挫，眼見我將生活重心都放到了研究所，他乾脆給我下了最後通牒。多年來只知道研究人工智能的我，從未研究過人性。在愛情與夢想之間，我選擇了前者。我辭職那天，沈老傷心的連最後一場送行都沒有出現。後來更是與我斷絕了聯繫，而我也因為愧對他這麼多年的栽培，一直不敢聯繫他。如果不是前一陣子他聽說我要跟仿生人結婚了，主動聯繫我，說可以幫我給仿生人搞到一個合法的身份，我還以為他徹底不認我這個學生了。可沒想到，他不是突然聽說我要結婚的事情，而是從始至終
都在默默地關注着我，甚至從那些冰冷的數據裡，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影子。就連我要嫁的這個仿生人，裡面也包含了他所有的心血。我心中頓時湧過一陣暖流，讓我感動得想哭。邱澤被當眾揭穿，臉上無光，最後連臉都不要了。他大聲辯駁，那些都是江月自願給我的，怎麼就不是我的東西了？你……沈老气的手指頭都開始顫抖。研究所的同事們趕緊扶着他坐下，不斷安撫他的情緒，生怕他出了什麼意外。而那些業內的大佬默默地聽着，沒有一個人選擇在此時站邊。畢竟邱澤說的對，一旦那些技術是我自願送給他的，那麼他們就還有機會。前期的技術只要利用妥當，也能創造出不菲的價值。現在唯一的問題就是我是否將那些技術送給了邱澤。顯然秦州也知道眾人心中所想，他轉過頭詢問我：江月，邱澤說的是真的嗎？你自願把那些成果都送給他？直到此時，邱澤依舊以為我深愛着他，這場婚禮只不過是我因為他的冷落故意實施的小小報復。他已經按捺不住自己嘴角的得意。江月，只要你承認了這事，我就答應你徹底跟徐淼斷了聯繫，跟你結婚。正好今天該準備的都準備了，你要是願意，我現在就能頂替那個仿生人，成為你的新郎，怎麼樣？秦州的臉色立刻沉了下來，冷冷地看着邱澤，而徐淼更是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。他雖然害怕秦州，但不代表治不了邱澤。徐淼猛地衝上去，揪住邱澤的衣領：“你這個狗東西，還有沒有良心？我無名無姓地跟了你這麼多年，結果你現在說甩就要把我甩了，你當我徐淼是什麼？”邱澤不耐煩地扯開他：“這幾年我虧待過你嗎？你要什麼我給什麼，就連江月都沒有這個待遇。再說了，你除了吃喝玩樂還會什麼？到時候我給你拿50萬，就當是這幾年你的青春損失費，行了吧？”徐淼卻氣笑了：“50萬？邱澤，你好樣的！你隨便賣個資料出去就是300-500萬，現在竟然想用50萬把我打發了？你做夢！”一句話瞬間激起軒然大波。離職後把技術帶去新公司，跟在公司裡把核心資料轉手倒賣，完全是兩個概念。眾人倒吸一口冷氣，原本偏向於邱澤的那些人也都紛紛打起了退堂鼓。邱澤何嘗不知道他們的想法，頓時惱羞成怒，拽着徐淼的頭髮狂扇他的臉：“你這個臭女人，胡說八道什麼？信不信我弄死你？”徐淼已經看清他的真面目，根本不怕他。有本事你就弄死我，我倒要看看咱倆究竟誰先死。他瘋狂撓着邱澤的臉，等到對方吃痛鬆手，他趕緊舉起手機對秦州道：“秦總，我這裡有。”然而不等他說完，邱澤已經衝上去將他牢牢壓制，捂住了他的嘴，兩人再次撕成一團。我看着這場鬧劇，只覺得累了，緩聲對眾人道：“邱澤使用的那些編程算法，都是我辛辛苦苦計算出來的。我已經申請了專利，除我之外，沒有任何人擁有使用權。”一句話徹底判了邱澤死刑。與此同時，警察走了進來，邱澤瞬間眼睛一亮，朝他們揮手喊道：“警察同志，這裡有人想要敲詐勒索我。”然而讓他沒想到的是，那些警察雖然是朝他走去的，卻一把將他扣住。邱澤怔愣片刻後，立刻掙扎起來：“你們是不是抓錯人了？要抓的就算不是江月，也是徐淼啊！他們一個偷，一個敲詐勒索，你們趕緊把他們帶走！”邱澤如同困獸般不管不顧，
試圖把身邊的所有人都撕咬一遍。為首的警察面無表情道：“抓的就是你，邱哲。有人舉報你涉嫌倒賣公司機密資料，涉案金額巨大，跟我們走一趟吧。”邱哲瞬間回神，猛地看向徐淼：“臭女人，你竟敢害我！”徐淼也愣了，即便他有這個想法，也不可能真的報警，畢竟他也是參與者。他拼命搖頭：“不是我，我沒有。”然而邱哲已經完全聽不進去他的話。徐淼，你這個臭女人，你以為我被抓了，你自己能貼清關係嗎？要不是你牽線搭橋，我怎麼可能認識那些人？我告訴你，我要是出了事，你也別想跑掉。徐淼徹底慌了，我根本聽不懂你在說什麼。我要走了，你自己好自為之吧。說着，他拿起自己的包就要離開。警察互相對視了幾眼，攔到徐淼面前：“女士，請你也跟我們回去一趟，配合調查吧。”我說了，我什麼都不知道。徐淼依舊否認，試圖避開他們。然而警察根本不給他辯解的機會，直接將他扭住。隨着兩人被警察帶走，這一場鬧劇也暫時告了一段落。宴會廳裡的議論聲越來越大，誰也沒想到，一直被人看好的科技新秀，竟然是個霸佔女友功勞的無恥之徒。更讓人沒想到，這人不僅在外面養女人，甚至還倒賣公司的核心資料。即便之前為了利益，還想悄悄邀請他加入自己團隊的那些人，也不得不重新考慮了。在眾人不注意的時候，我問秦州：“警察是你喊來的？”以我對邱哲的了解，即便仿生人真的是我盜取的，他也不會報警抓我，因為他還沒有拿到自己最想要的東西。他只會利用這個把柄，徹底地掌控我，逼我交出核心算法。如此，在場最有可能報警的只會是秦州。他笑笑：“邱哲聯合外人，給公司造成了不小的損失，我不可能視而不見。”說着，他看了一眼站在我旁邊的那個仿生人。仿生人栩栩如生，與秦州仿佛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。即便是秦州的父母，只怕在看到的第一眼，也會錯以為是自己的兒子。我一時不知道該如何解釋，畢竟他們公司的產品突然出現在我家裡，還成為了我的新郎，我卻口口聲聲說自己不知情。但凡是個正常人，恐怕都不會相信吧。然而我還沒有開口解釋，秦州突然對仿生人道：“下去吧。”仿生人的眼睛動了一下，就乖乖地退下了。當初為了讓仿生人只聽從我一個人的指令，我特意修改了他的後台程序。按理說，除了我，沒有任何人能夠使喚他。我腦中突然冒出了一個恐怖的想法，看向秦州的眼神瞬間冷了下來。这個仿生人是你送來的？原以為秦州會否認，可沒想到他連猶豫都沒有，直接應下了，甚至還問我喜歡嗎？這是我們公司研發出來的第一個仿生人，我特意吩咐他們按照我的模樣設計的，第一時間就送去給你了。一瞬間，所有的事情在我腦海中串聯成一條線。當初借邱哲的名義給我送生日禮物的是他，讓我發現邱哲越軌的證據是他，借導師沈老的手讓仿生人的身份合法化的人也是他，甚至之前仿生人突然做出出乎意料的舉動，大概率也是他搞的鬼。我瞬間感到一陣毛骨悚然，渾身的汗毛倒立。我防備地看着他，質問道：“秦州，你做這些究竟有什麼目的？”剛才還叱咤風雲的男人瞬間露出慌亂的表情。你別緊張，我只是想要第一個跟你分享這份成果。說着，他垂下眸子，像是做錯什麼事的小朋友。我知道你的畢生心願，
是想設計出一個能夠像人類一樣真實的仿生人。我只是想幫你實現夢想。我想了許多種可能，卻唯獨沒有想到這一個。一時間不由得愣住了。最後還是沈老看不下去了，他來到秦州身後，猛地拍了一下他的後腦勺，恨鐵不成鋼道：“都什麼時候了，還吞吞吐吐的，小心到手的老婆等下飛走了。”這句話瞬間讓秦州白皙的臉龐變得通紅，他如嗫道：“沈老，您在說什麼呢？”而我則是一臉疑惑地看着兩人。沈老白了秦州一眼，轉頭跟我解釋道：“小月月，這小子暗戀你整整10年了。”這句話無異於平地驚雷，瞬間給我炸懵了。10年前，我還是個稚嫩的大學生，連秦州是誰都不知道，他怎麼可能會暗戀我？看到我滿臉疑惑的表情，秦州的眼神漸漸暗淡下來，他扯了扯嘴角，苦澀一笑：“你不記得我也是正常的。”後來在沈老的解釋中，我才漸漸明白過來，原來秦州是我大學的學弟。當時學校每年都會舉行人工智能大賽，只要拿到第1名，就有可能被業內最權威的沈老相中，收入門中。為了那場比賽，秦州花了大半年的時間設計、研究、修改，結果卻被我設計的一個小小的機器狗打敗了。最後自然是我被沈老相中。秦州不服氣，可在親眼看到我設計的機器狗後，他沉默了。與在場眾多人的設計不同，我的機器狗不僅有犬類的靈敏，還有簡單的處理事情的能力，甚至還擁有無異於真實犬類的皮膚與骨骼。當時我遇到的最大問題是怎麼才能提升機器狗的自我處理系統。在那場比賽的獲獎發言中，我大膽地說出了自己的夢想，我想要做出能夠成為服務犬、導盲犬的機器狗，讓更多有需要的人、盲人都能擁有一條獨屬於自己的犬只，讓他們能夠在大街上放心地行走。如果可以，我甚至期待着將來有一天能夠設計出無異於真人的仿生人，這樣那些失孤的父母、痛失雙親的孤兒也能夠擁有完美的家庭，從痛苦中走出來。秦州被我的夢想震撼，他之所以喜歡人工智能，只是迷戀那種創造的樂趣，卻從來沒有從這個角度思考過。在後續的了解中，秦州逐漸喜歡上了我，只可惜當時我的身邊已經有了邱哲，他只好將這份喜歡默默地埋藏在心裡。後來他努力追隨我的腳步，在第2屆比賽中奪得了冠軍，成功來到了沈老的門下。只是那時我全身心都投入到了研究中，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新進來的小學弟。可偏偏他沒能騙過沈老，沈老勸他該出手時就抓緊出手，還說我那個男友一看就不是良配。然而在感情面前，一向膽小的秦州根本沒有表白的勇氣。等到後來，他終於鼓足了勇氣，想要向我表白，結果我卻為了邱哲遞交了辭呈。也是那一次，秦州徹底死了心。他辭別了導師，回去繼承了家業。可誰能想到，兜兜轉轉，邱哲竟然投了簡歷，想進入秦州的公司。為了跟我有接觸的機會，秦州果斷通過了邱哲的求職報告，更是不留餘地的一路提拔邱哲。後來，他在邱哲提交上來的一份又一份的數據資料上，看出了我的影子。為了以防萬一，他甚至拿去請教沈老。不出所料，沈老也一口咬定那些數據一定是出自於我手。得知這一切的秦州怒氣沖沖地去找邱哲，想要替我出一口惡氣。結果沒想到，竟無意中撞破了他與徐淼的私情。於是秦州特意在我生日那天
到了邱哲的號，給我送來一個仿生人禮物。他知道這是我此生最大的心願，如今他替我完成了。說到這裡，秦州有些不好意思道：“我原本只是想讓那個仿生人照顧你，以後再循序漸進，以真面目出現在你面前，引導你發現邱哲跟徐淼之間的事。沒想到你竟然連夜飛去了國外，提前撞破了一切，最後甚至心灰意冷到要跟仿生人結婚。任誰突然聽說自己喜歡的人要嫁給仿生人，都沒辦法接受。於是秦州便聯繫上沈老，哀求他幫忙。他讓沈老借口說要給仿生人一個合法的身份，實則是用自己的身份頂替了仿生人，讓我成為他的合法妻子。雖然卑鄙，但他寧可我討厭他，也不想錯失這次的機會。聽完這一切，我只覺得無比荒謬。我以為自己即將嫁給一個永不欺騙、永不背叛的仿生人，實際上卻跟這個我連印象都沒有的小學弟成為了夫妻。我嘆了口氣：“秦州，很抱歉，即便我知道你所做的這一切都是出自於你口中的愛，但我沒辦法接受。至於那個仿生人，如果你需要的話，可以隨時領回去。”聽到我這話，秦州眼中的光逐漸消失了。我沒有理會，轉身朝後台走去。婚禮變成了鬧劇，我也沒有待着的必要了。至於剩下的那些賓客，已經聊成了一片，互相探討人工智能領域的研究，而媒體們也拿到了精彩的素材，雙方都十分滿意。這件事之後，我又回到了研究所工作，秦州也時不時地跑到研究所，像是我們之間從未有過不愉快，默默地給我打下手。也是在這期間，我意外發現我跟秦州的很多想法都不謀而合。記憶裡那個模糊的身影逐漸顯現出來，曾經似乎也有這麼一個人，一直在我身邊忙前忙後，總能在我需要的時候將東西遞到我手中，或是簡單的一兩句話就讓我靈光乍現。我看着秦州忙碌的身影，漸漸與我腦海中那個殘影重疊，有一種奇怪的感覺逐漸在我心底蔓延。而邱哲那邊，因為利用了我的成果牟利，被秦州直接開除索賠，再加上他與對家公司私下聯繫，倒賣公司重要機密，證據確鑿，直接被關了進去。徐淼因為是從犯，也受到了相應的懲罰。判決結果下來的那天，我跟秦州正式在一起了。秦州問我，想不想從邱哲那裡把屬於你的東西連本帶利全部拿回來？我疑惑地看向他。秦州從抽屜裡拿出當初我跟邱哲簽訂的那份賭約。我笑笑，那場婚禮並沒有成功，我不算贏。秦州卻突然單膝下跪，從懷裡拿出了2個紅本本，他舉着一枚閃閃發光的鑽戒，深情款款地看着我。江月，你願意嫁給我嗎？我瞬間醒悟，當初秦州用自己的身份證頂替了仿生人，跟我結了婚，我早就是他名義上的合法妻子了。這一次，我沒有猶豫，點點頭，任由秦州為我戴上鑽戒。於是，我不僅拿回了自己所有的成果所得，還收穫了一個老公，新的生活正向我開啟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